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野球特报。距离2026世界棒球经典赛，说真的，越来越近了。真的，时间过超快。我知道你的心情跟我一样，就是每天在网络上滑，看各种名单预测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件最大胆也最过瘾的事，我们要为你完全揭晓我们心目中最强的那份2026 WBC 台湾队30人终极名单。WBC 这种短期高强度赛事，加上大联盟对投手用球数有很严格的限制，所以投手基本上就是消耗品，你永远不会嫌多。了解。所以我们这次组队的基础架构是投手15人，捕手3人，内野手7人，外野手5人。哦，投手占了一半。没错，这个配置的思维很清楚，就是防守至上，投手车轮战。投手车轮战。对，我们要把最大的资源压在投手球上，用前所未有的深度去应付每一场都不能输的高张力比赛。先来看那27位我们认为毫无悬念的核心战力。是，首先当然是投手群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对，我们先把投手分成几个类别来看。首先是本土王牌，像是曾峻岳、陈冠宇、郑浩均、朱晨阳这几位就是稳定军心的中流砥柱。他们在中职都证明过自己了。但真正让这份名单产生质变的是那一大群旅外火球组：林玉明、陈柏宇、邓凯威、庄成仲敖、沙子成、林政伟、林维恩、古林瑞阳、孙义磊、徐若曦。投手群的基底非常吓人。接着我们快速看一下野手的核心。捕手部分我们放进了攻击火力堪称核弹头的吉利吉劳滚冠。他的棒子很重要。然后搭配一直在美国小联盟体系磨练，引导投手和守备功力一流的林家正，这完全是一攻一守的完美互补。接下来的内野，我们的国防部长张育成，攻守全面的郑宗哲和李浩宇，打击技巧纯熟的吴念庭，还有中职最佳游击手江坤宇。这个中线很强。更别提我们还纳入了来自小熊队体系的重炮手Jonathan Long，这个组合的守备范围跟攻击火力绝对是亚洲顶级。最后是外野，我们有暴力员林立、重炮林安可、风速男陈成威、打击王陈杰宪，还有 Store Fairchild。这条外野防线兼具了速度、长打和经验，几乎找不到任何缺点。好的，27人名单就位了。但接下来才是最残酷也最能体现总教练智慧的地方。我们手上剩下3个名额，却面临3个让人头痛的2选1。这就是最难的地方。第一个抉择，对决组合是宋家豪 vs 黄子鹏。这个很经典。这可以说是国际赛经验对决本土怪杰。在反复推敲之后，我们的选择是宋家豪。OK， 这里的战略考量必须从我们的敌人是谁开始。这次预赛的对手是日本、澳洲、韩国跟捷克，没有中南美洲的球队。对，黄子鹏那种刁钻的低肩侧投，如果对上像古巴、多米尼加这种很不习惯打下勾投手的球队，绝对会是大杀器。没错。但是日本和韩国的打者可以说就是看着这种怪头长大的。有道理。他们国内联赛从不缺这种投手，所以侧投对他们的压制力效果会大打折扣。宋家豪虽然他前阵子受过伤，但季末回来的时候球速依然能飙到151公里。哇！但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球速，而是他在高张力比赛中展现出来的那颗强心脏。第二个抉择，本垒板的第3号指挥官戴培峰 vs 蒋少红，这张票我们投给了戴培峰。这个选择的逻辑是功能性的极致互补。对，我们回头看已经入选的捕手，吉利吉捞是纯粹的攻击型，林家正是美式引导风格。那第3号捕手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？戴培峰是稀有的左打捕手，这在调度上多了一点弹性，但那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他在这几年，特别是12强赛之后，他的接捕细密度跟挡球能力已经是国内顶尖水准。选择他是为了让我们球队的防守做到滴水不漏。好的，来到最后一个，也是我个人认为最纠结的一题，内野的重炮保险。这题很难。
徐继红对决岳东华，这是一个纯粹的左手重炮对决功能全面的万用工具人。我们的最终决定是，你订阅了吗？记得还要按赞加分享哦。徐继红，这可能是最反直觉的选择。对，我也觉得。传统观念里，短期赛的板凳席一定会为工具人留一个位置，但我们必须跳出框架，从全局的角度来分析。你摊开我们现有的内野名单，张育成、郑宗哲、吴念庭、李浩宇、江坤宇，这5个人已经把2垒、3垒游击的先发和替补防线塞得满满的。没错，甚至吴念庭和张育成还能支援1垒。我们的内野在功能性上已经不缺人了，我们缺的是代打区上的一击必杀。啊哈！徐继红那种一棒定江山的纯粹长打能力，是在短期赛的板凳席上最珍贵也最稀有的特质。于是，我们的30人梦幻名单正式定案。终于，让我们直接进入兵推。第一场对澳洲，这是攸关士气的开幕战。我们的先发组合是邓凯维加上徐若曦，就是要在一开赛就彻底震慑住他们，用邓凯维那颗大联盟等级角度刁钻的滑球去破坏他们的挥棒平面。接着换上徐若曦，用他那颗从155公里速球轨迹中瞬间消失的直插球。第二场对日本，这场的目标应该就很明确了，就是骑兵出击，希望能偷到1胜。最差也要尽可能保留牛棚战力。对，我们的先发组合是郑浩均加上沙子宸。郑浩均的投球风格奔放不羁，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球会跑到哪里。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投球，反而有可能打乱日本队那种精密的数据化的打击策略。有可能哦。接替他的沙子宸，球质重，出手角度又特别。第3场对捷克，目标稳重求胜，这场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，绝对不能。捷克队虽然是业余球员为主，但上一届已经证明了他们的韧性，绝不能轻敌。我们的先发组合是庄成仲敖加上陈柏宇。庄成仲敖英仗大颗，球威刚猛；陈柏宇在海盗体系磨练出的精准控球和吃局数能力，是这场比赛的双保险。来到最后一场，对韩国的宿命决战，这很有可能就是决定谁能晋级的生死战。目标只有一个字：赢。就是王牌进出，不惜任何代价。韩国打线的粘性很强，而且近年来左打部队越来越庞大，对，他们左打很多。所以我们的先发组合是古林睿煬加上林玉明，让古林睿煬用他那颗燃烧的火球去跟韩国队正面对决。然后在比赛中后段压上我们最强的左手王牌响尾蛇体系的林玉明。林玉明那种充满杀气、毫不畏惧的投球风格，天生就是为了对付韩国队而生的。来听听我们排出的梦幻先发打线。第1棒，左外野手陈晨威，他是我们的核弹头。只要他上垒，对方投手和捕手的噩梦就开始了。他的速度在垒上能制造的混乱，那个价值等同于一支2垒安打。真的，他会彻底改变投手的配球策略。第2棒，右外野手林立，强力2棒的代表人物。他不只是助攻，他本身就是攻击。第3棒，3垒手张育成，我们的国防部长，是把他放在3棒，就是确保他第1局就有打击机会，用他的棒子先声夺人。第4棒，指定打击林安可，左手怪力男，专职清垒，把垒上的跑者通通打回来。这个3、4棒连线的破坏力非常可怕。张育成和林安可，任何一个投手只要失投，代价就可能是一发3分跑。第5棒，1垒手 Jonathan Long， 延续中心打线的美式火力。第6棒，2垒手李浩宇，把他放在压力较小的后段棒次，让他能尽情发挥他攻击型中线的本色。第7棒，游击手郑宗哲，我们的战术发动机，能打能跑，在后段棒次是个非常恐怖的伏兵。第8棒，捕手林家正，守备优先，让他能专心引导投手。第9棒，中外野手 Stuart Fritchard，
这瞬间就形成了一个912的超级速度连线。这很有可能是史上最完整也最让人期待的一支台湾队了。当然啦，这终究是我们的预测，现实中还有很多变数，像是宋家豪的伤势挥促情况、旅外球员的征召顺不顺利等等。对，变数很多。对总教练来说，最困难的决定，有时候不只是要选谁，更是要舍弃谁。对，舍弃更难。除了我们刚刚挣扎过的岳东华、蒋少红、黄子鹏，还有多少潜力新秀，或是有时机的遗珠之憾，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提到。是，或许这一代台湾棒球真正的强大，不只体现在这30人名单上，更体现在那些没能入选的球员水平有多高。感谢你的收听，让我们一起为台湾队加油！